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如何边吃碳水还减肥，如何可以降低碳水的升糖指数，给大家讲一下吃面包、面条、包子、馒头、饺子的技巧。我们一直以来呢都认为说吃糖油混合物是最长胖的，也就是把碳水类和脂肪类一起吃。但是呢，最近我看到欧洲临床医学杂志发布了一个实验，如果把橄榄油和面包片一起吃，那么它的升糖指数甚至都不会超过 5.5， 而要知道白面包的升糖指数可是有70多哦。说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意大利人同样热爱面食，但是意大利人的身材都很好，不出胖子。那意大利人呢吃面食肯定会配橄榄油，意大利面和橄榄油呢都是低升糖指数又低胰岛素指数的食品。那在说如何利用这个方法减肥之前呢，我们先来巩固一下一个必要的知识点。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是通过低碳水饮食结合168的断食呢瘦了22公斤。我一般都会让大家在减肥过程中尽量把纯碳水的摄取量呢控制在100克以内，太多的碳水会让我们血糖升高，胰岛素水平飙高。胰岛素呢是合成脂肪的激素，所以控制好胰岛素水平，减肥就等于成功了一大半。现在人都知道说我们长胖的原因不是脂肪，而是糖吃的太多了，包括精致加工的淀粉类食品。而医学界目前对减脂的一个最大的前提，也就是控制血糖，让血糖稳定。那再让我们看一下上面我提到的那个面包和油脂的实验。参与实验的油脂呢，它有玉米油、有黄油，还有橄榄油。同时也有一组人呢直接只吃面包片。那么在所有的数据里边，我们看到面包片搭配橄榄油吃的这个数据，它的整个血糖分值甚至都没有超过 5.5， 而且呢血糖是缓慢上升，然后缓慢下降。然后光吃面包片不吃任何油脂的，血糖是快速上升，然后快速下降，而且血糖的分值特别高。所以主要是油脂和碳水类食物搭配，它能够起到血糖胰岛素缓冲的效果。而且如果血糖胰岛素不是短期剧烈波动，而是缓慢波动，那我们的食欲也会很稳定。那这个实验结果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健康饮食和减脂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如果大家爱吃淀粉类、加工类的食物，那我们选择油脂搭配就要选择橄榄油，效果是最好的，不会导致吃完了以后血糖飙升，然后吃不饱，吃了还想吃。其实呢，我们也可以早上空腹的时候喝1到2勺的橄榄油，但是这种橄榄油要注意，一定要选择特级初榨的，可以帮助我们稳定1天的血糖。所以说橄榄油可以作为我们减脂时期的油脂来源。那第二个呢，我也老是反复的说，就是当我们体内的卡路里过于丰富的时候，而胰岛素又分泌过多，那身体就会把没有用完的卡路里合成脂肪储存起来。那这里的卡路里其实指的就是那些没有用完的营养物质，它不管是脂肪、蛋白质还是糖，它们都以游离营养的形式呢，在我们体内到处游走。所以如果橄榄油或者其他的油脂混合的淀粉稳定了血糖，那我们吃下它们呢，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合成脂肪了。所以吃同样的东西，同样的面包，同样的馒头，如果血糖更加稳定的话呢，我们就更不容易长胖。所以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油脂与精致淀粉类混合，让这些食物在体内的代谢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对血糖、对胰岛素的影响更小了，从而达到了健康和体重管理的效果。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呢，就是油脂和各类食物搭配都可以帮助它们降低对胰岛素和血糖的影响程度。而且有一些营养师呢也曾经分享过，比如说你要吃碳水之前呢，你可以先吃一些无糖花生酱这种脂肪来打底，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糖。而且我曾经也说过，你在吃蛋白粉等高浓度蛋白质的时候呢，用油脂跟它混合起来，可以降低它的升糖指数，从而就不会引起我们身体分泌过多的胰岛素。所以说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减肥不用太害怕摄入脂肪。那再一个呢，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的就是，如果你发现橄榄油搭配面包会让你的食欲更加稳定，比如说更加不容易饥饿，不会老想要吃，那么说明这个方法真的是有用的。但是呢，在实验里受试者使用的橄榄油的量可是不小的，所以我推荐大家的烹饪方法是，比如说你把面包片或者馒头片给它裹上鸡蛋液，然后用较多的橄榄油呢在锅里煎一下再吃。光想想就知道会比较好吃。但是呢，这个实验不代表做极低碳减脂的小伙伴，比如说做生酮减脂的，从此可以把面包片、馒头片就吃起来了。因为想要通过生酮的方法来减肥呢，首先你要保证你的身体里边没有多余的葡萄糖来供能，而身体习惯了用自己的脂肪来作为能量的饮食方式。但如果你是温和低碳减脂的小伙伴，或者你是要吃碳水的正常饮食的小伙伴，那我今天说的这个方法呢，可以给你做参考，它会是健康的加分项。
那我最后来说一下，如果我们稳定了血糖，胰岛素分泌更少，对于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意义？首先从外表上的话，你的脸上头皮的出油呢会减缓，然后长痘痘的几率可能会变小。比如说有的小伙伴呢，其实过了青春期，但是呢下巴壳上也特别容易长痘，那这个多半也跟碳水摄取过多会有关系。还有就是你的胰岛素波动会小，你的身体的炎症水平也会下降，然后你肚子肥胖的可能性会降低。还有就是你的胰岛素水平低的话呢，你的 IGF-1 生长因子就不活跃，那这一点呢就会大大的降低你患癌症的几率，以及减少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就是大家不是都很怕过年期间会长胖吗？那么 OK， 我们在过年期间呢就都使用橄榄油做饭好了。其实目前很多新的减肥观念和理念呢，都和以前真的大相径庭。比如以前都提倡说减肥我们就要减少脂肪的摄入，而现在大家似乎又达成共识说糖以及很多精致碳水啊、加工食物才是导致肥胖的原因。所以我觉得科学的意义它本身就在于不停的怀疑，不停的去实验确认，才不停的进步的。所以呢，我会基于我自己的减肥经验，再去查各种资料，来看看是否理论的和我亲身经历的相吻合。因为很多减肥理论光说没有人实践成功，那就是不成熟的，是不可以拿出来分享的。OK， 那大家如果觉得我的分享内容很好，对你们有帮助，就请大家帮我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也会定期输出好的内容来。那欢迎大家常来看我的频道，加入大丽丽的微信减肥群，让我们一起减肥，保持美丽苗条哦。然后我们年后也可以漂漂亮亮的出去见人哦。那我们就在下个视频再见喽，拜拜。